大家好，我是 Klaus。众所周知，我们频道不是直接分析时事和政治的，但是最近有个粉丝朋友私聊我，让我分析一下洗礼内斗。一开始我是拒绝的，但是这位粉丝朋友提出了很有意思的观点：倒霉信党，不让你看到的你一定看不到，让你看到的一定是他们想让你看到的。李克强是习近平的一个保险，他们一个唱白脸，一个唱红脸，这个问题只有很少人看到。所以今天通过这次节目，我们来分析一下洗礼内斗的真真假假，再顺便剖析一下习近平的心理，跟我们看到最后哦，谢谢。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引发洗礼内斗猜测的几件大事。最早是今年5月28日，李克强在中共第13届人大会议上用中指按表决器被拍到。同日，李克强在闭幕后的记者会上谈到，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币，这直接打脸了习近平宣称的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。然后是在6月初，李克强提出发展地摊经济，说地摊也高大上，是人间的烟火。随后媒体高调宣传摆地摊，更是有多地城管打电话主动邀请业主摆摊。但是很快，地摊经济这把火就被浇灭，全国又出现城管驱赶摊主的现象。再就是7月31日，中共在人大会堂举行了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开通仪式。习近平的嫡系刘鹤在宣读李克强名字之后没有任何停顿，导致李克强起身一半被打断，让李克强很是尴尬，不知道该继续还是该坐下。这件事被很多媒体解读为公开羞辱。最后是8月20号，李克强在重庆考察水灾，在视察一片被淹坏的玉米田时说，里面都烂了，被一些媒体解读为李克强暗指中共体制内烂透了。我们先就每个事件简单逐一的分析一下，是内斗还是演戏，最后再从大的方面在逻辑和理论上深度探讨。第一个，李克强用中指按表决器，用中指按东西其实并不方便，不如伸食指最舒服，但是这也可能并不意味着什么，只是李克强突发奇想，自己都没有注意，有可能是媒体的过度解读，是演戏的可能性就更低了。习近平和李克强不会就这么个小动作策划的。然后是关于李克强人均不足1000元的言论。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是中共的第13个5年计划，是习近平从上台以来就一直在强调的，是他对党和人民的承诺，可以说是习近平任期上最重要的东西。李克强打脸这个来演一出戏，可能性不是没有，但是代价太高。我不认为习近平愿意牺牲自己头上的光环来演戏。然后就是地摊经济，地摊经济是实施了一段时间，后来又撤销的。我在网上看过一个小视频，城管去驱赶摊贩，但是小商贩就是不走，说是总理让摆摊的，还反过来质问他们是不是你们的总理让摆的。最后城管说不出话来就放弃了。在地摊经济这件事情上，如果是两个人演戏，完全可以打嘴炮，两个人通过媒体透露出来不同意见，一个支持一个不支持就可以了，没有必要去实施。因为一旦实施又撤销，不仅劳民伤财，还会让维稳机构和下层官员对中央产生分歧，影响中共的统治威信。所以这件事是演戏的可能性也很低。接着就是刘鹤羞辱李克强的事件。中共黑帮一直都有个家规，就是内斗不能摆上台面，说是公开羞辱有些过度解读。最有可能的就是刘鹤单纯的是想突出习近平，所以就只给了他起身挥手的时间，这也和当时的直播现场的细节相吻合。当念完李克强的名字之后，刘鹤并没有抬头，念完其他人同样也没有停顿，语速均匀。单从刘鹤这方面讲，并没有刻意打断李克强，反而是刻意突出习近平。最后呢，就是李克强考察重庆时说里面都烂了，这个没什么其他的佐证，也就是单纯的猜测。所以总体来说，由于很多人愿意去相信洗礼内斗，才会导致一些媒体的过度解读。但是如果说洗礼内斗是演戏，两个人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，又不是那么的合理。我们再从逻辑和理论上一步一步的去分析。如果两个人是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，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中共为什么要唱，第二就是唱给谁来听。搞清楚这两个问题才能下结论，不然就是乱猜测。首先为什么要唱？正如网友所说，演戏是为了保党，大家都支持唱红脸的李克强，这样党就保住了。这个说法乍听起来挺合理的，但是为什么要保党？谁认为要保党？当然是我们这些聪明人看到党要亡了，所以会觉得有些人要保党。但是共产党会觉得自己要亡了吗？
特别是习近平，会觉得自己要亡了吗？首先，大家对习近平的底细都有所了解，他小学毕业，很多人说他智商偏低，你觉得他会有那么长远的眼光，看到亡党危机吗？另外，历史告诉我们，独裁者从来看不到自己要灭亡，不到刀架在脖子上，他们是不会认为自己会亡的。希特勒有料到自己会亡吗？萨达姆到死之前都不认为自己会输。还有，从最近的战狼外交也没有看出真正的收敛呀。所以我不认为中共，特别是习近平有亡党的意识，所以也就没有要唱的动机。第二，假设习近平目光长远，要演一出戏，那演给谁看呢？当然是演给反习的人看，让反习的人支持李克强。反习的人是谁？当然是我们这些人。但是我们这些人在习近平眼里算什么？我估计在他眼里我们都不算人，毛都不是。在政治上有影响力的反习人士呢，都已经被习近平处理了。反习在中国绝对不是主流，不是大多数，所以习近平有必要为少数人演一出戏，同时伤害他在大多数人里的权威吗？肯定不会嘛。可能有些人会说，有人暗中反习，暗中是个啥？如果说暗中，那14亿人都可能是暗中，明着的和可能会反的都已经被处理了，再有暗中的漏网之鱼，那也不足为惧了。其实随着很多人曝光所谓的反习势力，习近平的权威反而是越来越巩固了。之前所谓的北戴河会议，习近平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这几个月，习近平又加强了中央权威，同时也加强了自己在军中的权威，还给公安授旗。而且从一个人的性格上讲，在一个自大的人眼里根本就不会看到敌人，所以就算是要唱，也根本不知道唱给谁听。第三，假设习近平那么聪明，能从众多独裁者中脱颖而出，料到亡党危机，然后又那么谦卑谨慎地看到了反习势力的强大，所以一定要演一出戏，那他会选择和李克强演吗？我认为不会的。我们都知道习近平疑心很重，上任之后处理掉了大量非习派的政敌，安插自己的党羽，形成了所谓的习家军。而李克强并不是和习近平一样的出身，属于团派，两个人在上任之初就是敌对关系，这是由于中共帮规决定的，一个派系出国家主席，另一个派系出一个总理。所以如果一定要唱这出戏，习近平真的会选择一个不是自己人的李克强来唱吗？如果习近平倒了，习真的会放心把命交给李吗？我认为习不会那么信任李克强的。这3点在逻辑上都是递进关系，如果要推翻每一项的可能性是1成，那3个都被推翻的可能性就是 0.1 的3次方，也就是1/1000。所以我认为习李合作演戏的可能性是很低的。那习李斗到底是什么呢？首先，我认为用斗这个字不合适，两个人势均力敌叫斗，如果实力差太远，其中一方几秒钟就被 KO， 那就不叫斗了。李克强虽然作为2号人物，但是早就没有了实权，就连总理管经济这个老规矩都被习近平拿走了。所以很多媒体说习李内斗，甚至是白热化、公开化等等，都是过度解读，但也不是演戏。我们分析过了，习李本来就不是一个派系的。李克强是正规大学毕业，一方面靠人脉，一方面靠实力，自己爬上来的，并不是像习家军一样靠舔习近平上位的，所以不可能做什么事都围着习近平转，开口闭口3句话离不开习近平，所以自然会跟习有步调不一致的情况。另外，两个人本身的职责就不同，一个代表党，一个代表政府，自然在政策的出发点就不同。你可以说政府也要听党的，是这样不假，但是毕竟两个人工作内容不同，所以产生分歧也是正常的。所以不能说李克强斗习近平，只能说两个人之间有些矛盾。李克强对习近平有些不满，但李克强毕竟是2号人物，中共内部又有不能动政治局常委的帮规，所以两个人就是有些矛盾的相处而已。如果习近平能够连任，李克强肯定会下台，这就是我对习李内斗的看法。我们顺便再多讲一点，我们来分析一下习近平的心理。为什么独裁者都是多疑的？汉语中有个俗语叫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光脚的人一无所有，自然不怕输，但是穿鞋的要是输了，那光脚的可就有鞋子穿了。很多人自嘲说自己长得安全，也是这个意思。拥有的越多，就越害怕失去，就越没有安全感，越没有安全感，就越需要拥有更多。
所以这是一个死循环。也就是说，在独裁的道路上只能往前走，不能往后退。所以你看历史上所有的独裁者都是收不住手的。独裁的道路只能往前走，一旦放弃独裁，下场不是进监狱就是死，往前走反而有机会。就像毛泽东一样，一直独裁到死，然后选择一个接班人来保证不会全面批判自己，不会被刨坟鞭尸。习近平是整个中国最没有安全感的人，他怎么可能会选择和李克强合作演一出戏，而且还是保党？对于一个独裁者来讲，要保的永远是自己。在习近平的字典里就没有保党这个词，只有保习。而且所谓的党只是一个虚化的概念，是用来给底层党员和人民洗脑用的，而对上层来讲根本就没有党这种东西。他怎么会为了保卫中共去牺牲自己，让其他人上？所以保党这种东西不符合习近平作为一个独裁者的逻辑。习近平既是主动也是被动的，只能在加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。好了，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。上一期视频我们发现了中国几千年专制王朝的规律，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的魔咒。网友 OK 静观其变说，看到有人在微博上提问，如果中美开战，你愿意为祖国献身吗？评论说，如果我死了，我家老婆孩子谁给我养？孩子学费会免吗？老婆孩子生病医疗费会免吗？孩子结婚国家会分房子吗？也是印证了我们的理论。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开始考虑为谁守江山这个问题了。网友发库尔固说，在公民社会，军人守江山保卫的是自己的权利、自己的土地、自己的家人、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。在专制社会，军人守江山保卫的是权贵的利益。在中国大陆这片土地上，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真正意义上的公民，只有臣民，所以难逃魔咒。网友桂林说，现在信息高度发达，会造成更短命的王朝。网友张哲说，那是对于小国家，有核武器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能短命。网友 Integrate Bimes 回复说，原来苏联是小国。网友 Subwin 说，国家是公民集合体，政府是为保护公民而成立的，因为政府掌握公权力，作恶是不可避免的，所以需要定期推翻它。为了避免政府反抗，我们需要分化它，让它们内部相互制衡，无法形成对抗公众的整体力量。最后网友黄秀明说，这一期的主题很像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歌，创业维艰，守成不易。让我们在国歌中结束今天的节目，感谢每一位参与讨论的朋友。